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浩和。现在川普制霸全球野心越来越明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拉帮结派，他唯一对手当然就是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印太的防卫网上面已经成型之外，现在在太平洋上面，他现在一条龙式的军演，包含了攻击，包括了运补，包含了维修。通通都完成了，当然就是要剑指中国。对于习近平来说，我完全摸不着头绪。你在经济上杀我，你在军事上面，你甚至有种兵临城下的感觉。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习近平之前跟川普早就有第一次交手了。而川普2.0时代，他自以为他应该是最懂川普的人，但是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完全让他摸不着头绪。而且现在也难怪了。北京的官场有耳语出现了，现在习近平对他所谓的智库发出了严厉的指责，他认为他们对于川普2.0执政所做的所有判断，通通都是错误的，并且大骂了外交部长王毅到底在干什么东西啊？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好，聪哥，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太平洋。我们之前前几集都在谈印太的防卫网要军演什么，现在把这个位置拉到了太平洋上，我才发现哇，不简单。我们刚刚从攻击、运补到所谓的维修，一条龙，完完全全在这边练完兵之后，都是要 K 向中国。对，没错，因为要 K 向中国，所以最近呢，北京官场出现一个耳语，什么耳语呢？就说有人传言呢，最近习近平呢龙颜大怒啊，他骂谁呢？骂了这个他旗下的智库，骂了一大堆，然后同时呢把这个王毅叫过来，骂了他好几顿，到现在为止来说话。习近平发现到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啊，不是，我的朋友都离开了。不是啊，日本我原本2月7号邀石破茂来，结果石破茂没有来，他反而跑到美国去了。那印度呢？我本来想改善你跟印度的关系，就现在印度莫迪也跑到那边去了，然后俄罗斯现在也跑到这个跟美国又在加好，所以你王毅你跟我说的完全不对，所以听说他把王毅骂了很久，然后同时说你们这些都是没有能力的人。完全让我误判了一个状况。你们在干什么吃的？对，所以你看，为什么他压力这么大？因为他真的感受到这个来自美国的军事的压力。好，为什么这样讲？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他最近说什么呢？我们必须和印太盟友合作，让他们了解中国构成威胁的事实。单凭美国无法遏制中国，所以我们要加强跟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等国家关系，拉帮结派了。所以等于是说，他还是继续拉帮结派。这就是习近平觉得说，啊，你不是说川普不会拉帮结派，为什么他还在拉帮结派？好。那事实上，我觉得川普呢，他表面上一直说啊，我跟习近平好朋友了，我很喜欢他，但是呢，他做的事情根本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在随时准备跟中国发生冲突的状况。最近他演练非常多，你看川普上台没多久，赵和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个演练吗？一开始的红旗演练，红旗演练是怎么攻击你中国？另外第二个，最近演练叫竹鹰25之1，他演练什么？怎么运补从这个美国运补到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或者从这个关岛怎么运补到前线？他做这个运补，做这个运补，你说他要针对谁？中国。对，没错。然后紧接下来还做什么？还做了这个北方25的这个对抗的演习。那他找谁？他找美国、日本、还有澳洲、还有菲律宾等等。他说未来都拥有 F-35的国家，我们一起演练。那请问他在这个地方演练要针对谁？也是中国。对，没错。好，另外一个，他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空军基地里面来说话，他们出动，你看这个画面，出动24架的这个 F-22，还有6架的这个 T-38进行一个演习，然后还进行一一个大象走路，他在秀他的肌肉。对，那 F-22要针对谁？但是针对中国嘛，所以你看每一个，然后他同时说，我们要把 F-22呢，把它威力更加强大。虽然说他每一招都是针对中国的，事实上他之前演练过红旗军演，那红旗军演就出动所谓 F-35的系列，然后出动 F-16，还有包括说 B-52轰炸机，还有 ES-8G 等等，比较偏向攻击的。但他到美国内陆练习之后呢，但练习完之后，他发现到说，赵尔，你看这是这个图，如果假设前线发生战争的时候呢，美国当然前线有 F-35，但是如果真的假设第一岛链都被摧毁的时候，它后方包括关岛，包括美国的飞机要飞过来啊。要飞过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就要演练所谓的加油，空中加油的方式来说，就可以长程的抵达这个长程抵达这个前线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目标。所以呢，美国演练什么？最近人家就说他演练了竹鹰25E的这个演练。然后这个演练里面来说的话，包括美国空军、海军，还有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的空军，那他们都出动什么？你注意看哦。
他们说到什么10架的 KC-46的加油机，10架，还有同等数量的 KC-135的这个加油机，然后英国还派遣了 A330的这个多架多用途的这个加油机参与演练。然后参与演练来说啊，当然加油机在那边演练要做什么？当然你要有攻击机，所以刚加参加完之后，红旗系列的 F-15E 的飞机，然后 B-2的轰炸机，还有澳洲皇家空军的 EA-18G 等等，都马上来参加所谓的这个竹鹰25之一的演练。那他们演练什么呢？因为人家演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密集，大概人家拍到这个地方，就说，有很多这个 KC-46啊，还有 KC-135的加油机，还有英国的 A330的加油机，这边飞来飞去。当之后发生大战的时候，对，我们就可以合作，可以运补。对，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他们红旗军人在演练什么呢？红旗军人在演练就是他们主要参加就是包括说 F-22，然后包括说 F-35，然后包括说像这个 B-52的轰炸机，还有 B-2的这个轰炸机，这是满满的火力耶。对，没错，它展示火力给你看。好，那怎么演练呢？他们因为第一个 F-22，我们刚才讲 F-22它要增强它的武力嘛，对。那 F-22因为它载荡量非常多。那它又是隐形的这个战斗机，所以它第一个时间点，它会进去把你门踹开，然后尽量把你的这个能够包括第一个时间，你可能攻击我的飞弹基地，然后或者是说可能雷达基地，我先把你轰掉，轰掉之后，接着下来 F-35就来了。那 F-35来了之后呢，它因为它是一个作战平台。作战平台的时候，它可以把前线所知道的一切往后传给后方的这个状况，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作战大脑了。对，作战载台。那紧接下来的话，包括说像 B-52的轰炸机啦，或是 B-2轰炸机都随时出动。B-52轰炸机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是核三位一体的这个可以搭载核武的，它在空中巡逻，就万一最后的时候需要它，它就用它来攻击。那 B-2轰炸机呢？又是隐形轰炸机，它可以进去的，又可以长程的给你轰击你所有的目标，所以等于它这些演练都是要针对这个中国而来。但是我就讲，万一是要从美国出发的时候，这时候这个 A330的英国的飞机啦，还有包括说像 KC 各种加油机46或 KC-135的加油机，要在他们旁边，所以这等于是美国把红旗军演。还有竹鹰军演都演练了未来作战的可能性，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竹鹰的这个演习里面，不是只有所谓加油机，还有包括运输机，还有包括说一些维修的，他都把它做上去，所以我才说美国这一次是铁了心，真的要展示给中国看，至少我秀肌肉给你中国说，我绝对是完整的一个状况。崇哥，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关键，我肌肉已经秀了出来，我加油机，我就是说我今天从太平洋杀到中国都没有问题。对，但现在让我觉得这一次的军演里面，让我觉得最惊讶是什么？他们维修技术怎么变那么强？对，太厉害了。对，没错。好，事实上这次的这个竹鹰军演里面有出现一台飞机，就是这台飞机。这台飞机来说，这是 F-35，大家都看得出来。可你看，为什么 F-35是2个颜色？前面有绿色，然后后面是这个黑色的，这个机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跟他讲。这事实上是2台 F-35整并起来的一个他们等于把2台过去的可能都出过事的 F-35维修起来，把它整并成一台飞机。哦，就是这一架，它前面有点绿绿的，对不对？2台原本出事过的合在一起，它还能飞。对，好，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这是这2架。2014年的时候，有一架这个 F-35发生一个严重的这个意外，就发动机火灾。那发动机火灾的话，就是前面驾驶舱还有前面都是好的。对。那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又有一架飞机呢，在这个希尔基地发生这个起落降落失败的时候呢，结果它前半身，你看它这种倒栽冲这样的方式，所以前半身毁坏，所以它后半身是好的 ，OK 的，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讲这台飞机是后半身不 OK， 前半身是 OK 的，所以就等于说美国空军可以组合起来哦。美国空军就想说，那我就把这2台飞机组合看看嘛。好，那他们就把你看，这就是他们组合的状况，把它切割下来。切割到可用的这就是2个飞机可用的绿色，这原本是这架飞机的绿色的，就把它保留下来嘛。好，那他们怎么切割呢？他们就想办法说，切割了之后要重建这2台飞机中间有很多线路嘛，我把线路都重新铺过一遍。重新铺过一遍了之后，包括说重建这个驾驶舱啦，还有空战的这个电视各样的系统啦，然后甚至还把这个画面当中我们才看，它好像是一个拼装车的感觉，但是我们都知道 F-35里面一定是非常细。非常辛苦，他们要把这2架拆完之后，要把它再融合起来，那时候需要多少技术？对，没错。那整合起来的话，2个之间来说的话，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缝合，还有包括说像把它们粘贴起来这个技术，那里面的管线当然重新布置，进气孔、排气孔什么都重新布置之后，就出现了这架飞机，还真的可以飞。对，那他们这一次就是军演给你看，说，你看没有问题啊，它可以加入战斗的这个行列里面。好。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一台 F-35的这个造价至少是8000万美金起跳以上，对不对？对好，那你知道这2台飞机既然已经报销，对不对？那你知道这台新飞机最后的维修成本多少吗？多少？8万哈，对啊，600万啊！所以等于是我这样又重新生出了一台600万的这个 F-35的战斗机嘛，所以这等于是说未来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万一真的前线出现了一个这个我们 F-35跟你交战的时候出现这种所谓折翼的这个状况，或是被你摧毁的状况，我随时可以用拼凑的方式再拼凑一台出来。那这个不是只有在美国可以适用啊，我前线。日本有那么多 F-35，韩国也有啊，那很澳洲也有啊。如果他们真的出现这样的时候，也可以用 F-35。我们大家互相拼装，继续飞，继续打。对，所以他告诉你什么？我还有非常强大的维修能力。好，那我们就讲嘛，F-35为什么那么重要？你可以看到说，事实上这个接下来有一个美方的这个对抗的这个军演，那美方对抗军演来说啊，是会持续到2月21号。然后里面来说啊，你看这一次美方的这个所谓对抗北方军演也是前所未见的多。你看。美国还有日本还有澳洲出动85架的 F-35A 还有 F-35B，所以85架，这是空中飞啊。那空中飞的时候，它当然伴随了包括说空中预警机啦，还有包括说像有这个 A-18 机，还有运输机等等一系列他们这边演练，所以它变成是一个 F-35的大集合，所有国家你有 F-35通通来，我们把 F-35做一个整合，整合之后，我们以后才知道怎么打。对，没错，他要做什么呢？他把这个各个国家有 F-35都叫过来演练，演练之后，我们未来的整个作战的时候怎么样互相的配合？那我们知道 F-35本来就是一个作战载台嘛，它作战载台，我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它的讯息发给这个对后面，所以他们等于是练习说我们怎么互相 cover、互相往前进，那这样一个状况。所以那这一次里面来说，除了美国、澳洲、日本之外，还有菲律宾。那这一次其实大家都是有 F-35，那菲律宾没有 F-35，所以人家就说，难道未来菲律宾也会有 F-35？菲律宾会加1哦？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是这个对美国当然压力，对中国当然压力非常大，因为周边都是 F-35的这个包围网。好，那我就讲嘛，因为你看。这个习近平就看到，压力大，他要干嘛？骂王毅？对啊，怎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不是说，川普不是跟我说，他跟我还不错吗？那你之前王毅不是跟我说，这是我们的改善这个跟周边国家好机会，拉帮结派，把这个川普孤立的好机会吗？就不是这样。好，所以于是你可以看，最近为止来说，大家都说嘛，看原本的我们这几天不是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吗？亚冬会在中国举行，没有一个大人物去嘛。所以原本呢，因为石破茂原本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呢，他们邀请说石破茂啊，你2月7号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这个亚冬会的现场啦，我们邀请你当最大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来宾，就没想到石破茂没有跟他回答，石破茂就直接飞到美国去了啊，直接打脸呢，所以等于是不给中国面子嘛。我约你，然后你还跟我讲说我是有事情，是之后我发现原来你去跟别人约会去了，就好像今天情人节的时候，女朋友跟你约，就说我有事了，就没想到跑到别人。我隔天看到你跟别人约，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心碎。那这个对川普来讲，对这个习近平来说，心都碎了。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因为原本呢，他认为说，这个川普都一直说你可以扮演这个俄乌停战的一个协定的一个中央的角色，他就说，王毅就跟他说，那我们呢可以跟美国提议，跟俄罗斯提议呢，就美国、俄罗斯、中国3方一起在北京进行一个会谈嘛，这样他就没想到很有面子啊，对，但是没想到说川普根本不理你，川普就直接跟这个普丁直接连上线，所以等于也是打了一巴掌，所以反而是你被边缘化。所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就是所有的国际局势的发展，全部不如中国的预期，也不如王毅的预期，所以这个习近平才会龙颜大怒啊！他说你在搞什么？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其实不能够怪王毅，说到底，真的还是要怪习近平自己本身的误判了所有的局势。国民，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关键，在太平洋上面，除了武力之外，还有运补，还有维修，维修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但你刚刚跟我讲，维修大开眼界之外，运补更是大开眼界。原因是什么？过去有没有加油机？有，但是它能运补加油的东西，其实数量没有那么多。这一次加油的数量变多了，表示什么？它后面有大批的军队，而大批军队之后，现在还记出了1、2、3线的战术。通通都要 K 中国。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呢，你看出动10架KC-135加油机哈，然后还有10架KC-46加油机哈。那我们想想看，一架加油机它可以加多少的战机？大概是6到10架。对，我们取一个中间数好了，8架好了。就这10架、20架加油机，它可以加油160架这个各式的战机。那其中我说的各式战机包含F-35、F-22哈。那其实这么多的飞机聚集在天空。
这些呢都是逆中战机哦。那中国大陆讲叫隐形战机嘛。那其实 F-22它本身就可以当做破门砖，直接飞到地线呢去当做破门砖。那 F-35呢，它有很多的感测器，它本身是一个战斗机，但是呢它本身也是一个侦察机啊。你不要小看 F-35很厉害，因为其实它把它的收集到资讯，然后它可以传给后方，也可以传给军舰哈。那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哈，这张图片就是说以后未来空战的样式就是这样子哦。那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吗？不是，其实美国呢早在10年前、20年前就幻想出说这个空战景象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他以前10年前就已经想象了，但现在他要实现了，已经落实了。1线、2线、3线，我们看哈，其实以后的空战或者说海战景象一样哦。第一线呢，一定是冲锋陷阵的各种小型的无人船、无人机哈。那这些无人机、无人船呢，他们也很聪明。为什么很聪明哦？它可以搭载你要搭载感测器就搭载感测器，它也可以搭载，譬如说像弹簧刀300或者说游荡式弹药就是说看到随机目标你看到说他想 K 有部分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就下去冲锋陷阵那如果说这架的小型无人机它是侦察用的，它被击落的没想到第2架或第3架的这种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又上来了，它算是一个机海战术，对，就是说机海战术就要蜂群那这是第一线那第2线是什么？第2线还不到有人战机，第2线是什么？各种中大型的无人船，还是无人机？无人机就是由这些中大型的无人机、无人船去控制前面的这些蜂群的无人机或无人船那第3线呢才是有人战机有人战机呢，包含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F-35那其实 F-35呢它重要的感测器那感测器的话，其实它可以指挥那指挥的话，其实美国打仗呢都是打群架，所以打群架就是说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呢空中集结了20架的加油机，它可能后面要替这个160架的 F-35加油啊，那你去想想看说。这个对中国压力有多大？那其实美国他们也玩很大，所以玩很大就是说，除了美国自己会之外，用玩很大来形容，就是说训练就是说训练能量很大。我们讲白话就玩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又可以看到新闻说，怎么好像 F-22这个在举行大象走路其实说真的，我们必须说就是说。所谓的大象走路，就是说，飞机呢在地面上排站，你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战力，没有。其实它代表说，第一个，它代表说这些 F-22有这么高的妥善力；第二个，它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起飞那有些人会说啊，F-22不是已经要快要过什么？不是，其实美国呢最近呢，美国空军呢花了一大笔的预算，将 F-22做性能提升。所以你说 F-22它是一个踹门砖，它踹进去之后，大家想说它已经威力够强了，今天又现了一个大象走路这个画面出来之外。它还要在墙上加强，再加装备。对，而且我们必须说其实通常这个 F-22它是通常是扣留在本土，那必要时候会往前推，往前推到比如说日本或关岛这些基地。那其实只要每一次这个 F-22有所调动的时候，就代表说周遭的局势呢又有变化了。那有变化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讯号，对，它是一个 sign， 就是说一个讯号说，这个 F-22动了或是说大型的轰炸机动了，那表示说周边的国家一定有所动态。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 F-22，我们刚刚原本想说它这个踹门者，它已经够凶咯。刚刚又提到说它的设备再升级，再升级之后，我发现，不得了，对，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什么是包括了通讯相关的软体跟等级会提升到 F-35，但最可怕的是什么？这样还远远不够，美军胃口非常大，再加码就要让这个猛禽，你知道再更猛，变成猛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看好这个设备叫做这个 TAC IRST， 这个 IRST 呢，它有非常多种型号，但呢，你说把最先进的装备直接装置在这边，这为什么？保护它呢，在战时包括跟敌机缠斗，甚至在空战里面甚至可能被地面的锁定的时候呢，它有更有效的这个回避装置。它是无死角对，等于说它的侦测范围更大，而且不只是这样，更大之外呢，它的轰炸范围呢也要更大。为什么？它现在把它的我们讲的仓储，因为原本它的载弹量是有限的，但它全面的提升，不管你是说什么空对地的甚至是空对空的，像是 AIN 的120，甚至 AIN 的我们讲响尾蛇9X，通通都把它强化，而且与此同时，它还干嘛？还可以携带2枚 GBU-32，就是我们讲的 Jadens。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吗？极速弹也好，钻地弹也好，这种重型轰炸炸弹，连 F-22呢未来都可以携带。所以你想想看，从通讯到防卫，甚至到轰炸，它等于是全方面的升级。但照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战机对。但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连人都可以升级。人都可以升级。你有没有看过一级玩家？他是不是带一个穿戴式装置之后呢，所有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真的变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家公司呢叫 Enduro。
那 Enduro 原本这个是 Microsoft 在做这个系统的，就 Microsoft 做着说这个 IBIS， 他说哎呀我做不下去了，所以丢给谁？丢给这 Enduro。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Enduro 的老板是一个怪咖，为什么是怪咖呢？是称赞哦。第一，他是矽谷的叛将，他当初从矽谷出来是被人家 fire 掉的，就没想到搞一些无人机啊，甚至一些先进的设备，就红了，大红特红。然后这一次还接到 Pentagon 订单，所以呢大家就跑去访问他，他就说我跟你讲，美军的设备都太老旧，所以我直接把这个连阿兵哥的头戴式装置这个 IBIS 我都全面进化。你知道进化到什么程度吗？你如果有玩过射击游戏，你就知道哦，它的画面会像是这个样子，感觉会有人在瞄的这种感觉吗？我想这更可怕。第一个，玩射击游戏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你会看得到地图。对，所以方圆100里之内呢，你的地形地貌，你的友军在哪里，甚至无人机在哪里飞，你的协同作战单位，你只要呢按一下，或者是呢用口令的喊一下，马上就嘣，它会用3D 成像方式直接出现在你眼前。而且与此同时，你看有没有？它整个区域的地图全部都输入进去了，你看多可怕！不是这个跟我们过去玩的 CS 不是一样吗？对，这是可以开地图哦，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它还会跟你指引说，比如说它侦测到呢你的敌人在哪里，对不对？它会跟你讲说来犯的方向在哪里，等于说有个箭头在那边，跟你说那边有敌人，请你去注意它。它可以等于是在一般人哦，因为你带了之后，你就想说，哎，它视线不是变得不好吗？没有，就它视线反而变更好了。而且不只是这样，它还有什么？它还有生命激增的这种我们讲侦测装置。换言之，你戴上去之后呢，它还可以我们讲相关去测量说你现在身体的状况啊，你是不是心跳过快啦，你的数值，而且它还有 AI 去辅助你。比如说你现在最佳的路线是什么？你怎么样的危险性最低？你哪边呢有友军可以去掩护你？所以想想看，在这个全方面状况下，比如说我只要有15个士兵，因为他现在已经通过营级的测试了，15个士兵，甚至我们讲上百个士兵都穿戴这样的装饰，跟敌军对峙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什么吗？很像哦，敌军全部哦都在阳光底下脱光光给你看，看哦，这是他介绍说这一次 IBIS 由这个 Enduro 接手之后呢，他所呈现画面，但你有没有仔细看？后面就是台湾呢，而且不只是台湾，是我们台湾呢。而且你仔细看到它这个有什么？有一台一台的什么舰艇啊、无人机啊，甚至坐落的战略位置啊，它都清楚的把它标示。那为什么它要把台湾呢？很显然嘛，会不会未来我们连国军也用得到这个东西？非常有可能性哦。因为第一线冲突在这个 Enduro， 它过去就非常关心台湾的战士。包括无人机，他也多次的希望能够跟台湾合作，甚至来到台湾，他是一个对台湾非常重视的。所以以后未来我们视野都能分享。因为对他来讲，台湾可能是未来冲突的火药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他早就已经我们讲提前入场了，包括无人机，甚至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厉害的这个 IBIS 头盔，搞不好哪一天，各位你不要真的觉得我们开玩笑哦，你就看到我们的国军弟兄，看到我阿兵哥戴着这样的头盔在进行操演训练。来，廷尉，我们刚刚提到了，包括习近平。在中东没有你的事情，在乌尔也没有你的事情，在巴拿马、南美洲也没有你的事情了，甚至呢，在其他国家也陆陆续续现在在国际上面被边缘化，这也难怪为什么习近平他没有气可以发，只能骂王毅呀。为什么骂王毅哦？其实很简单了，你知道在去年12月的时候，日本外相严无义跑到中国去访问，那时候中国已经传出来说，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石坡茂会到中国去访问，然后呢，接下来习近平会到日本访问？没有错，3月的时候，他们也准备在这个日本举行所谓的日中韩的高峰这个所谓外长会议，然后接下来安排习近平到日本去。但重点在哪里了？重点说，没想到在2月7号，我习近平跑到哈尔滨去这个参加那个冬季的运动会的时候，结果呢，你石坡茂跑到美国去，而且同一天都是2月7号。那你王毅在干什么？你王毅基本上来讲话，等于说衰民，你知道意思吗？你在国际上你直接打脸我，那种感觉非常不好啊。因为习近平会心里想说，我这边办了一个什么这么盛大的运动赛事，你不来就算了，你还跑去美国，然后你们大的举行那么高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记者会，然后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王毅呢，基本上呢，在过往这一段时间，从川普当选一直到现在，他底下的所有单位送上来的报告、送上来的资料，完全都是误判，统统都错的，都是误判。基本上有6大误判，但是这6大误判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巴拿马，你知道吗？连巴拿马都退出"一带一路"，那过往的那个东西不是打水漂吗？以前多好，我们塞了多少钱给你？是啊，然后丢多少钱到运河上面去，然后结果现在川普一点火，全部爆炸，然后这个中国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还有接下来，当初中国不是在提什么巴勒斯坦跟这个以色列之间什么两国的方案有没有？结果呢？现在呢，完全也没有中国的事情。纳塔亚胡跑到美国去，然后结果讲一讲，现在整个甚至于加沙走廊，整个川普都要去开发了，但也没有中国商人可以进去啊，也没有再讲到中国商人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加拿大不是说什么川普说要变成美国国土一部分吗？他们很气啊！加拿大现在13个省的省长全部现在都在华府，通通报道，全部都要去找川普，为什么？全部都速成了，而且还传出一件事情，什么东西啊？说如果说你美国要刁中国的话，我们加拿大可以帮忙你啊，我可以陪你一起刁，可以帮你刁，那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很多中国高官啊，他们其实都把钱洗到加拿大去，或者是中国高官的富二代啊，都在加拿大，博瓜瓜他们也都在加拿大，有没有？所以加拿大给他们什么的护照啊，或者像那个华为那个公主啊，孟晚舟也是拿了加拿大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加拿大内部有很多中国的什么高官的什么黑账在里面，所以其实我都认为啊，因为你那些省长13个省长跑到华府去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内部有很多的矿产、很多的资源，其实都是川普想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如果要对付中国的话，更好的方法是什么东西？都有中国高官的黑资料在加拿大，那你这不跟美国一本厚厚的，完全就说川皇这是黑资料，对黑资料。那中国那个川普就拿着这些黑资料，逼迫中国官员就范，你不然的话就把你全部放出来哦。对，那这时候中国官员怎么办？全部都美国掌握的一清二楚啊，所以中国完全就没有能力可以跟美国的谈判情况之下，习近平怎么办？这习近平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孤寡人的概念啊，没有人可以帮他。这时候呢，川皇来讲的话，直接刁习近平说，你就给我就范了。来，钟哥，我们刚刚讲，在为军事上面，美国已经够狠了，所以习近平才这么气。但习近平最气的是什么？你军事上已经兵临城下，我已经快要疯了。你在经济上你也要逼我。好，原本的10%关税我已经很痛了。你的这个钢铝关税又打在我身上，好，你现在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看起来好像没有关我什么事情，没有，这3个东西都跟中国经济息息相关。对，没错。事实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川普在社交媒体说了，这个伟大的3个星期，那有史以来最好的3周，但是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互惠关税让美国再次伟大。好，那事实上呢，中国官方的牛弹琴呢，这个是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他就说什么啊，一觉醒来了。特朗普就川普的3板斧都亮出来了。你说这3板斧是砍向你的，好，第一板斧是什么？针对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中国的关税嘛。那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没有被磕嘛，只有中国被磕。好，那第二板斧来说话，针对所谓进口的钢铝加征关税嘛。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来说话，中国也中奖。那第3呢，就是互惠关税。互惠关税来说话，适用所有的国家，对不对？但不限于这个，很多国家都有，所以中国也中了，所以等于是3个都中。那3个都中里面来说话，事实上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他这里面的他签的行政命令有一点大家注意哦，他说不准洗产地，未来我会注意你洗产地的，我会留意，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货品不能透过另外第2个国家，然后再输送到美国来，所以洗产地他这次会特别的盯。川普你就直接讲白了，洗产地讲的就是中国嘛。对，好，那这为什么对中国重伤？因为中国现在就在洗产地嘛，因为前一阵子他被课关税嘛，对不对？所以被课关税之后，你知道啥？虚印呢？虚印不是就说，我们到越南去设厂啊？对，越南设厂的话，我们到越南设厂的时候呢，同时之间我们跟越南厂商说，我们会给你比较好的价格，尽快在越南洗产地。就没想到现在他就对越南也动刀啦，而且你这样是洗产地的可能性啊，所以你等于是没办法这样做，所以虚印原本的设想的方案，又被他堵起来了。另外连 Temu 也是一样。Temu 就说，那我们呢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商品呢寄到美国去，然后用这个美国代管的这个方式，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Temu 都是说，我自己这个在这个自己营运嘛，我会拍短片让这个价格下跌，或者让你们标价。现在我等于是说，我先把这个商品运到美国去，然后我就在这个商场上面代管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价格也会上升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修康就想要逃过美国的制裁，问题是美国都知道你啊，对不对？另外还有韩国，那韩国他们也透过韩国。这几年来说的话，韩国很多公司也被这个中国入主了。像大家都说，大田区有一家这个半导体公司跟显示器制造公司，就没想到他们都以为这家公司是韩国人，就现在才知道说，它原本变成是一个被中国收购一家公司，都是中国的，对，所以中国就透过这个方式去洗产地嘛。现在怎么洗都没办法洗。对啊，所以我就说，现在川普也讲得非常明白，所谓互惠关税里面，我会调查你有没有洗产地这些事情。好，虽然说对中国来说一步一步就把你封住，那现在对中国来讲的话，压力就很大。你看，照我们就讲，他直接打击你，关税打击你的时候，让你会有可能失业。目前为止，你看广州服饰批发没有人进货啦，然后这个上海浦东机场没有人出国，没有人来，对，然后这个上海出现很多空房，所以事实上中国现在经济真的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问题。所以呢，你看川普今
习近平经济也是搞了这个目前为止一塌糊涂，然后对外关系目前也是一塌糊涂，所以才会有传言说，如同北京这个官场传言，他真的是没有地方发泄啊，所以现在看到谁就骂谁的一个状况。